朋友们，大家好。风向变了，时隔6年，美国又开始往中国遣返这所谓的润人，也就是那些非法走线美国的人，又被遣返回中国了。今天呢，多家中文媒体报道，上周末，美国政府首次用一架大型的包机，将116名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遣返回中国，而中国移民管理局给予了执法合作，这极大提升了走线美国的风险。但据我掌握的消息这并不是6年来首次遣返这些润人，因为根据位于美国纽约的 AP 新闻网5月8日报道，其实呢，早在今年3月30日，美国已经遣返了一波润人回中国，当时的目的地机场也是中国东北的沈阳。那次包机的形式还有人数不详，但是呢，这家美国 AP 新闻网报道，当时使用的是一架小型的包机，而且只有14个座位，所以呢，估计呢，大概就是10来个润人，当时呢被6年来第一次遣返回中国。也就是说，从这2次遣返来看中美两国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又开始了合作。走线美国要花很多钱，而且途中还可能面临人身安全的风险。比如说今年3月，在墨西哥南部海域就有8名中国的走线人遇难。好不容易到了美国，如果笃定能够黑下来安稳住，也算达到目的了，对吧？但是如果是美国一趟这个包机，又可能把这千辛万苦的这些走线者送回来，让这些走线人白跑了一圈，对吧？被遣返的这2拨人又何必当初呢？据消息说美国华人社区现在对这件事情呢讨论特别的热烈，也就是说对这次遣返，因为第一次没有什么其他的中文媒体报道，所以呢我们在美国的华人这些社区不知道这些消息，但是呢这次确实呢大规模报道了，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足以表明遣返震动之大。作为多次前往美国的人，我真的诚恳的劝告，现在仍有计划呢走线，特别是以非法形式走线美国人，还是要及时放弃这个风险，或者呢，如果你真的想去美国实现你的美国梦，那采取合法的方式去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或者呢，中国那么大，安下心来好好的在自己的国家安排自己的人生不好吗？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对吧？我相信呢，有足够的空间为那些勇敢的人还有敢于吃苦的人提供人生的舞台。而且据我所知美国没有想象那么好，那里挣钱的机会还有各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被传闻理想化了，或者说被走线这些人自己理想化了，因为他们要把走线去的目的地想象的更好，以便于呢说服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另外其实外来移民压力越来越大的美国，对走线人的态度变得更加严厉了。分析认为，遣返中国走线人的行动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现在是刚刚6年以来的开头，今后比如说今天遣返了，明天后天可能都遣返了。因为据我掌握的消息或者说这个 AP 新闻网的消息，比如说2023年大概有3.7万人从中国，这里主要是指中国内地、中国大陆走线到美国。今年可能这个幅度也差不多，或者要比去年更多一些。那么到现在为止，可能这2年走线美国的大概有7、8万左右。如果一次遣返比如说100多人，那也要走几百次，对吧？也要这个包机飞来飞去要飞几百次。也就是说，如果是今后呢每天遣返1次或者2次，那也要花大半年才能把全部几万人遣返回来。不过我相信像走线去美国的这几万人，应该不可能每个人都被遣返回来，应该是那些确实没有理由待在美国人才被遣返吧。反正遣返中国走线人的行动肯定会越来越多。况且呢，当下国际形势呢迫使美国在很多事情上有求于中国，那么他们肯定需要中国的配合。美国遣返这些润人回中国，可能有一部分是中国政府要求的，因为这一部分呢
可能是在国内犯了事的，比如说国内他们那些有的财富呢来路不正、贪污腐败的，对吧？或者呢，有些人恶意刷卡，刷这个信用卡，可能欠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想跑路。如果你欠了银行的，中国的银行一般来说是国有，也就是欠了国家的有的几百万美元，你能够想跑路就跑路吗？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一个是在国内犯了事的啊，比如说贪污腐败的，这钱来路不明的，还有呢就是刚才说了恶意消费的，欠了国有银行很多债务的人，他们想走向美国，这些人到了美国之后肯定是没有安全感的啊，所以这些人呢被遣返的这个概率非常高，就是因为呢现在在很多事务，美国政府确实有求于中国，因为没有中国的配合，那你美国很多事情根本做不了啊。另外，现在遣返润人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现在美国内政迫使拜登政府要加大力度遣返这些偷渡美国的人，选举需要民意的要求，对吧？因为现在选情啊，对于拜登政府非常的不利，所以他要扭转他的颓势，他必须想办法从各个方面来满足那些潜在选民的愿望。比如说，一部分愿望，那就是现在非法移民美国人越来越多，在这些非法移民美国人当中，这些中国的走线人，他们的地位是相当低的，因为这些人呢，对美国来说，大部分人对美国来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你没有利用价值的话，那美国政府为什么要收你呢？美国它对非法移民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美国专门颁布了一个法案，对古巴人、对古巴这些润人就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呢，美国它有自己的政治考量，古巴一直是从这个政治制度来说，跟美国呢是不一样的，它就说不听美国话的一个很小的国家，而且是它的邻居，所以呢，几十年来一直对古巴进行打压制裁。不管在联合国开了30次，连续30年开会，绝大部分国家要求美国取消对古巴的制裁，但是美国以及以色列还是两意孤行，继续执行他们的对古巴的这种禁运制裁的政策。美国专门制定了一个古巴这个偷渡人的法案，就是所有古巴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从古巴偷渡去美国，一进入美国，根据这个法案，这些古巴人立即获得那里的工卡，立即获得那里的身份。所以呢，这一些年来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古巴年轻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了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呢想从人才这方面掏空古巴，让古巴自己从内部衰落下去。他这着棋呢其实是很高明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没有办法，因为古巴的日子实在太艰难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这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古巴年轻人偷渡到美国。其中呢，我认识就有大概4、5个吧，真正我自己认识的古巴人，大概就20多岁。这几年陆陆续续就这样偷渡，也就是走线去了美国。但是中国，你这些走线的人，你们的命没有那么好啊，你不是古巴公民啊。如果你是古巴人，你就可以立即获得在美国的工卡，刚才说了还有身份了，对吧？但是呢，你不是古巴人呢，所以呢，这一部分人你认人是中国内地的人，你想认去美国，这个风险要比原来大得多了。另外，当下美国大气候，那就是对中国人非常的不利，因为中美两国真正的是正处在拉锯阶段，美国不想失去它世界霸主地位，但同时呢，中国现在它的综合实力上升非常快，对吧？所以美国有一种危机感，也就是说，现在呢，中美关系就是紧张周期，特别明显，就是从2018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就是中美的关系特别紧张，而且这几年越来越紧张。那美国社会对华人、对华裔整体的态度也大不如前，像仇华的、仇视亚裔的，在美国越来越多。比如说，我应该是今天早上看了一条新闻，就比较巧，应该是哥大的一个副教授，在纽约的街上走的时候，这个副校长是位华人，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就被这个人打了。后来呢，这个人在旁边人的帮助下才上了一辆公交车，然后呢他就走了。
但是报警也没有用啊，没有抓住这个打人的人。所以呢，你看，即使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人家照样叫你滚回去。其实如果是碰到我叫我滚回去，我才说你滚回你那个地方去呢。如果他是比如说美国的白人，他对我这样说，我就叫他滚回你欧洲去，对吧？那些移民美国的人，他们也是外来人，对吧？他们就是几百年前或者一百年前，他们的祖先通过各种方式移民到那个北美去的。因为北美最先应该是属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对不对？那才是真正的印第安人的家园。好了，这些盎萨的还有这些欧洲这些殖民者，他们非常残酷。到了北美之后，你看原来印第安人几乎都被消灭光了，只有区区的可能就10来万左右被圈养在所谓这个印第安人保护区，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那种露天的监狱。这些人怎么好意思叫华人滚回华人的祖国，也就是中国去呢？所以呢，我奉劝啊，如果是你们在那个美国的华人、华裔，今后碰到这样的情况下，你真的他是白人，就叫他回欧洲；如果他是黑人，那好啊，你滚回你的非洲去吧。反正真正的这个北美土地就是印第安人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啊。所以你看，这个哥大的副校长今天被打，就表明不管是华人也好，还是亚裔也好，在那个地方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因为这仇视亚裔，特别是从特朗普以来，真的是变得太严重了。比如说去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和我大概5、6年前去美国，我自己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特别是经过了新冠危机之后，我看到很多专门针对仇视亚裔的那种行动，所以呢，我到美国就特别没有安全感。我相信在美国的很多亚裔，特别是中国人、华裔，跟我可能的想法差不多，就是安全感肯定是大不如前了啊。美国并不是像我们有些走线人想象那么美好，比如说钱可能并不那么好赚。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丁胖子广场，对吧？还有一个金牌讲师，录制了很多的节目，毫不修饰的美国，对吧？你可以看看从金牌讲师他的画面当中，那个美国有多么不堪呢？而且现在因为这2、3年啊，走线去美国的润人华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在美国这个润人的华人当中也是非常卷的啊，因为要找工作人很多。那如果工作的位置是同样固定多的话，你走线的人越来越多，那是不是竞争也越来越大？那就越来越卷了，收入也就会越来越低了。所以有的人呢，梦想着去美国走线去美国发财，可能这种想法非常的错误。在这里，我想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啊，到底是发财以后出国，还是出国发财，哪一个是对的呢？在当下，我觉得很可能是你在中国国内发了财，可能最好出国去玩玩，看看外面世界，花世界就行了。如果你到了2024年还想着啊出国发财，可能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啊。因为在美国相对来说，可能你作为底层人的话，赚的钱比国内是多，但是可能这个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在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开支，对不对？你光是赚钱，不可能1分钱不花吧，对吧？所以我认为啊，你在国内是属于最底层的人，在国内可能你打工就是2000块钱、3000块钱，你如果是能够成功的润去美国，在那边能够扎根下来、稳定下来，也许你这样走线去美国是对的。任何其他人，特别是在国内已经是中产阶级或者是白领，你如果是走线到美国，你的生活质量绝对是下了几个台阶，我可以敢这么大言不惭地说。因为你去美国打的工，因为没有身份，可能是收入是比较低的，对吧？然后呢，你的住宿生活都成问题，有病可能也不敢去看。因为你看那个金牌讲师就去跟医生可能谈了10分钟左右，就得到了一个4000多美元的账单呢，所以他就骂娘了，对吧？我看了
有一个也是反映，或者在丁胖子广场采访那些润人去美国的，大部分人呢都失望了，因为跟他们想象的相差太远了。其中我记得上次我做了一期节目，就有一个53岁的重庆的一个，我叫他老弟吧，他原来在国内是编辑，是白领，到了美国之后什么干苦力，每天他得了$150，而且不是每天都有，他就非常高兴了。原来在国内可能根本就看不上干体力活的人。他这种人是什么？国内大概有2-3类人吧，前面我好像提到过，他们想当润人的，就是原来在国内贪官污吏，获得了不义之财，他们这些人想把自己的财富转移出去，这些人呢想润去美国，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内刷了很多信用卡的，欠了中国国有银行很多钱的，这些人想跑路，所以想润去美国。还有一类人，确实呢，他们在国内属于最底层、收入最低的人，他们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所以想润去美国。大概是这3类人。那些刚才说那个白领，因为他可能比较崇拜美国嘛，他是一个所谓政治意见分子，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做苦力，每天多的可能$150，少的可能几十美元、上百美元。但是如果你1个月每天都不休息，那也就是3000多美元左右。按照美国那个物价，可能它的购买力也不是特别的高，也许国内5-6千人民币，它的购买力相当于美国的3000美元，也不一定呢，对吧？所以最后呢，你在美国可能赚了一点钱，剩下的也没多少了。只不过我认为唯一值得走线去美国的，就是那些在国内没有任何奔头的人，收入很低的人，到那边去，虽然还是比较底层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比在中国国内有所改观。其他所有的人，我觉得走线应该都是不值得的，特别是在国内已经是中产了，或者在国内是白领那些人，到了美国可能非常不适应。所以呢，润人呢这些年来越来越卷了，工作也不容易找，对吧？报酬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高了。那些梦想实现美国梦的人，恐怕最后是美梦一场。虽然我苦口婆心苦口，如果有些人还是想走线去美国，我也鼓励你们去。反正呢，你们对中国一切都不满，想去实现你们美国梦。假如我老是劝你们，你们不去，可能你们永远也不甘心。那还不如赌一把，花10来万或者几万块钱出去。如果你稍微走运一点，在途中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险，最后呢安全到达美国了，那是你的造化。如果没有安全到达美国，那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吧？放着国内好好的日子不过，硬要走线去美国，我还能说什么呢？美国梦也许呢，在很多走线人心目中，永远是一个美梦，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现在这个美国梦，它的光环不会像30年前、40年前那么亮了。好，朋友们，今天就是我看了有116位走线去美国的中国人被遣返回中国之后，我看到之后有一些感想，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